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冷战后的情侣接吻、吃糖、忍受单身狗。最后的故事变成了刘玲和陈妍，他们从悬崖上掉下，逃离了他们的追捕者。刘玲现在不用回京城，怕闹出婚姻，陈妍却答应嫁给刘玲，让他为世人所认可。所以刘玲不管他，又去邺城见了自己的情人。担心他们在邺城的复杂约会变成了什么？刘玲赢得射箭反对，成功退出与卢敏山的婚姻。刘玲回到宜城去丁碧侯府见外公。陈妍刘太子惊到后面记录此事。逃亡的云逸死了，但在他死之前，他给陈妍留下了一块上面写着钱字的玉石。而对面的玉石则通过陆明森的方式被拿走了。云逸身为案内关键证人沉默不语，陈妍弃职，鲁氏亲族联手大臣，请求太史将陈妍定罪。查明陆牵涉江州银案后，陈妍向太子提议，让你放下责任，让公众闭嘴，为他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太子同意了。刘玲与太子会面，要取消与陆梦之的婚事，太子现在不同意了。刘玲随后亲自写据信，侯定海见状不悦，指责内容有损郡主，实际上是自己写的。次日，刘玲派人到陆家，让他写辞职信。陆毅试图掩饰面子，但刘玲不再给他这种可能，发了第二封信。不守规矩的公主对他不喜欢的人毫不留情。陈妍晚上想进伯爵夫人的卧室，没想到家里的窗户都被钉子锁上了。最后他们又跑到屋顶上，边吃糕点边聊天。陈妍对刘玲说，那几天你一定很忙吧？刘玲说，你工作很忙，其实我也有一个大任务。他不得不接触的大场合是运动会。刘玲通过太子的方式答应了一些事情，他是真心想赢的。比赛当天，最后一名的获胜者可以从刘玲、卢明生、刘俊祥中选出。陆明生和柳云祥合谋，故意篡改柳玲战力的秋千。只是他们忘记了，这届比武已经不需要陆氏亲族的太子了。既然太子为了你去查卢自己的亲戚圈子，那他怎么让卢明贤和侯定茂有关系呢？是太子当真了刘玲获胜的路线，太子连忙答应了刘玲的要求，取消了陆明森和刘玲的婚事。太子随后频频传唤刘玲，解除了婚约。他也很乐意交出鲁肃和他的侍女岳玲相爱的真相。自己亲戚圈的女儿岳玲已经怀孕了，明白自己现在已经不能生孩子了，就让陆建送她去丁碧侯府玩。对她的恶作剧，岳玲进入丁碧侯府做家务，以勤劳的方式赢得手下的青睐。他做的后续元素就是偷偷溜刘玲和陈妍喜欢的猪沈无奇到户外喂给门口的乞丐。刘玲伤心欲绝，知道岳玲已经做到了，疯狂地扇了他一巴掌。反倒是岳玲事先服用了保胎药片，所以她当众承担了刘玲流产的责任。翌日，岳玲的身躯从河中恢复，各方面都说伯爵夫人催岳玲流产，投身河中。不过经过短暂的身躯检验，陈妍已经信服了。那个岳玲已经盖上被子，跳进了河里。早就有人怀疑是陆家在江州偷了钱，但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沈妍也因为这件案子想揍吕克一家，于是和太子一起请求下令，大规模处理这件案子。人们非常担心，尤其是当案件大规模处理，陆家亲属被传唤到北方司法机关讯问时，太子被迫将陈燕贬为中尉。陈妍随后被分配到罗凡手下，小罗公被吓到了。于是刘公下令将法务部的无头案都装在一个盒子里，这样陈妍就没有时间追查江州偷钱的案子了。与此同时，侯定海不赞成侄女与陈妍的关系，就是怕他这个一家之主有危险。两人是情侣，但不是情侣。陆遥说，我对陈安没有任何保留，但我不能保证妈妈的心会爱他，或者他会拥抱他的儿子。陈妍转身，人离开。本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了，但陆玲还是犹豫了，两人开始了冷战。之后，
路遥久久不见陈安，知及时送胃药和食物，不断想着自己的感受，直到他见到陈安才敢见。他明白了，如果他们深深的相爱，这个世界可能会更艰难；如果只是一场情感游戏，那就更艰难了。次日，许时珍告诉刘玲，在陆家乞讨的时候，陈岩想偷朋友爵，并自告奋勇。刘玲带着家人对陆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带着岳灵的尸体，带着回春堂的医生，在前院众人面前妥妥的破案。后院，陈岩试图潜入陆府的办公室，但有人反锁了门，陈岩被困在里面，盒子是空的。管家在陆明耳边嘟囔了几句，立马跑进了办公室，紧随其后的是刘玲。刘玲挡住了门，对不让进门大惊小怪。就在双方打架，警长即将入狱的时候，危难之际，陈岩现身，将陆玲公之于众。事实上，战争期间，陆明森手中的玉石被沈玉偷走了，伪装成仆人，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夜幕降临，熙熙攘攘的乞丐市场开始运转，但陆玲仍然躲着陈岩。桥上，陈岩穿了一根针，取了一根代表羁绊的红绳，系在了柳玲的手腕上。刘玲吐露心底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她现在无法将自己的爱献给生活。这时，一名警察来通知，一名囚犯被法务部绑架，他在市场上处于危险之中。他被路遥卑微的爱情伤透了心，想向他展示真正的地狱冷王。他把刘玲放在屋顶上，带着逃犯下来。陈岩看到路遥惊恐的表情，继续说道：